金宝，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兰兰，前面就到了。到了，这是哪儿啊？前面是我大爷家。你大爷家？去他家干什么呀？兰兰，你呀不知道，我大爷呀前段时间去世了，他呀膝下无子女，只有我一个侄子，我是他唯一的亲人。他现在啊人走了，这房子就是我的了。我今天准备啊把这个房子给卖了，到时候钱不是我们俩的吗？原来是这样。那尊宝，你既然要把房子卖了，那你找到买主了吗？我都打听好了，到时候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们就过来了。行，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吧。走走走，来兰兰，快点，这就是我大爷家，怎么样？房子大吧？确实挺大的，尊宝，你别说，你这大爷房子挺好的。那是，我告诉你，这房子啊值不少钱呢。一会儿啊，我就给中介打电话，让他们呀给估个价。那你可要赶紧给人家打电话。哎，尊宝，你不是说你大爷不在了吗？这门怎么开着呀？哎，还真是，这门怎么开着呢？赶紧看看。哎，这灯还开着呢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谁呀？哎，尊宝，哎，尊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，你是谁啊？你看你这孩子，连我你都不认识了。我是你翠兰婶儿。翠兰婶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呀，是我翠兰婶。哎，不对呀，翠兰婶，你在我大爷家干什么呢？你说我怎么在这儿呀？尊宝，这你大爷他去世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我大爷去世，我知道呀。怎么了？哦，原来你知道呀，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那既然你知道，你大爷下葬的时候你怎么不回来呀？我那不是忙吗？哎，不是，翠兰婶，我现在问你的是，你在我大爷家干什么呢？啊？你说我在他家干什么呢？这房子呀是我的了。是你的，尊宝，你不是说这房子留给你了吗？那肯定是我的呀！你说什么呢？是我大爷的房子，怎么会给你呢？哼，怎么不能给我呀？翠兰婶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是我大爷唯一的亲人，他膝下无儿无女，就我这一个侄子，他走了，这房子肯定是我的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从哪冒出来的啊？哦，原来你知道，你还是你大爷的亲侄子呀。那我问你，你既然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你大爷生病的时候，他下葬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回来呀？那个时候你去哪了？现在回来了，不说先去你大爷坟上祭拜一下他，倒想打着房子的主意了。我问你，你又不在家，你要房子干嘛呀？你说干嘛？我大爷房子这么大，当然卖了呀！卖了这房子我就走，这房子还不少值钱呢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原来你不是因为你大爷去世了你才回来的，你是想卖房子的。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，不可能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凭什么说这话呀？啊！我问你，这房子是不是我大爷的？我大爷走了，是不是应该就给我呀？还给你？凭什么给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去法院起诉，这房子他应该判给我，说是你的，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还去法院呢？我才不怕你呢！就凭你大爷在生病的时候，是我出钱给他看的病，他下葬的时候也是我给他办的葬礼，这些难道还不够吗？你说的那些，你做的那些啊都没用，你跟他又不是亲戚，又没有什么关系，空口无凭。空口无凭，那你给我等着。这干嘛呀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坐。想让我大爷的房子给你，想都别想！这么好的房子，我一会儿就把它给卖了。自己看，白纸黑字在上面写着呢。什么呀？遗书？哎，是我大爷真把房子给你了？这下算命了吧？不对，我差点被你给骗了。这我大爷都没上过学，他都不认字儿，更别说写字了。这肯定是你伪造的，对不对？切！
我知道你大爷他不会写字儿，这是我写的，你可要看清楚了，上面有你大爷的指纹。指纹怎么了？就这一份吧？啊？还有用吗？还有指纹吗？你撕呀，就算你撕了，这在残存的人呀也能证明。哼，证明也没用。我告诉你，按法律上来讲，这个房子就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孙宝呀，孙宝，我真没想到你现在长大了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摸着自己的良心，好好想一想，你大爷在世的时候他多疼你呀！你父母走得早，是你大爷一手把你带大的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别说那么多废话，我忘不忘跟你没关系。想要这个房子，想都不用想。我不用想，孙宝，我万万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你大爷多疼你呀？是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碎了。难道这些在你心里你忘得一干二净？我记得有一次大冬天你发高烧，你大爷当时他手里没钱，那个时候条件也差，他还给我借了几百块钱呢。他背着你走了10几里路，难道这些在你心里才不抹平了吗？现在你长大了，有出息了，把自己的亲人都忘了，摸着自己的良心，好好想一想，你也有老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女朋友吧？以后你们结了婚，也会有孩子，难道你的孩子也这样对你？你心里会是什么感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大爷在临终前昏迷不醒的时候，他嘴里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多想见你一面呀！那个时候你在哪呀？现在你大爷去世了，你回来不说去地里先看看你大爷，倒是想打他房子的主意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？我看你大爷真是白疼你了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你呀，连畜生都不如！你说谁呢？我说你呢，你做出这样的事儿，难道还怕我说吗？你也不小了，亏你还是个大学生，你大爷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，难道老师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阿姨，你说了这半天，我也算听明白了。尊宝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算我瞎了眼了。咱们两个从此一刀两断，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哎，兰兰，你尊宝，你也看到了吧？连一个外人都看出来了，难道你心里就没有愧疚吗？婶儿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说说我大爷为了我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我长大了，有本事了，却把他对我的好都忘了。你说的对，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啊，我那些学费都是我大爷在工地上搬砖，一点一点给我攒的，没有他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可是我现在在外面是有本事的，可是我却忘了我大爷对我的好。尊宝，你这样说，看看你有良心，是不是说想要这个房子？刚才我看你一回来那个态度，我是替你大爷不值呀，我才说出那样的气话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房子虽然是你大爷留给我了，但是我也不会要的，毕竟你是你大爷唯一的亲侄子，这个房子应该是你的。婶儿，我不要，我不配要我大爷的房子。他临终前，我也没有回来，他下葬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在他身边。我大爷既然把这个房子留给了你，就是你的，我不会再要了。婶儿，我大爷他现在葬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他，跟他说说话。好，孩子，这你大爷就葬在村头的那块地里。走，现在是带你去看他，他是知道你现在这么懂事，在天之灵，他还会很开心的。走吧。